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了啊。上一周只有1天休息，所以感觉周末过得特快哈。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今天不刻意压速度了，就随意。昨天那双鞋湿了没干，就是换了双新的，就昨天提到的2代的 Alpha Fly。一会儿跑到公园里以后，计划跑一些马拉松比赛配速的1公里，还没想好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人家做了准备。其实我会把我用到的每一样东西在视频里解释得很清楚。比方这件衣服，那天穿上第1天，我在视频开始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，解释了详细的这是多大号的，是哪国标准的，等等，还有我对衣服号码的看法。然后呢，这视频的评论就有小伙伴问，麻烦问一下您这个衣服是多大号的，我跟您身材差不多。我其实我有时挺苦恼的，我其实特别想把事情都说得特清楚。没有什么，因为现在都是快餐时代，大家不喜欢听太长的东西，但是咱们互相体谅。我也不喜欢说那种就几十秒钟那种重点，我说话也没什么重点，看咱们频道时间长的小伙伴应该能了解。行，今天咱们回评论，一会儿换个视角啊，我进公园看看路况。这双鞋穿上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咱们先聊着，一会儿到6公里的时候，我就开始1公里，就按马拉松比赛的配速，不全力冲。第一个小伙伴说，工作时间真的不允许，不能晨跑了，只能晚上跑。又换了夏令时，还是结束了冬令时？我不懂啊。时间觉得特紧，有厌跑情绪，觉得没有办法。还有一个小伙伴也说刚开始跑步减肥，然后就遇到伤病，又停了，有反弹，也是特别烦。这我也有过，厌跑情绪都会有。那天看山雨小月的视频也说到，就是自己推不动自己，有的时候是这样。一组马上开了啊，跑完这组咱们接着说。20-30米吧，还有。开始了啊！像这种其实控制速度很难的，有时候跑着跑着就快了。我尽力而为，控制在3分45到3分50。你们说什么时候能有一种隐形眼镜或者很结实的眼镜实时显示配速？这低头看表真挺难的。我的马拉松配速可以跟大家接着聊，就是厌跑情绪这个事儿，一方面是厌跑，就真的不想跑，这种坦白说我没遇到过，就我自己啊，但是受伤不得不停下，导致觉得身体状态变差是有的。这个你也没办法，只能坦然面对，受伤这事儿是常态。在跑步的前4-5年，每年受2-3次伤很正常。但是你会发现，突然有一天你就不受伤了，几乎不受伤了。另外就是课表安排的比较强度大，然后呢，自己觉得没有推进力，不想干，这个我经常有，所以我现在才有点反思，纠正我自己。去年这1年的训练有些平淡，太追求跑量，不追求质量。
有时候你说轻松跑10公里和强度跑间歇，那肯定轻松跑舒服呀。下一个啊，出去玩到陌生的地儿，规划路线，怕跑丢。这个事儿我也有，而且我还不带手机，但是现在手表有地图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其实有个小经验。一开始啊，我跟家属出去玩也是看地图走，看导航走，就有时弄得跟玩网游似的。后来我就发现，试着不用导航，就看路认路，哎，感觉不一样。除非你到那第一天就跑步，否则还行。之后您可以在我频道里搜规划路线，我有过视频。新手的跑鞋推荐，还有雨雪天跑鞋推荐。现在应该我穿过的所有鞋，这两期说过哈，雨雪天都没有明显的问题，甚至说都没有问题。就说防滑这儿，当然了，有的鞋面可能吸水，还会变沉。新手不建议穿有碳板的，穿一双支撑好一点的。小伙伴问什么是支撑，就是说白了就是稳定性。你穿上以后，脚踝不需要用太大的力量，就能保证正直吧，可以说左右晃的不厉害就行了。嘿，不知不觉1公里了，350，还行哈。然后再慢跑1公里。国产的里边呢，其实特步的就不是竞速系列的鞋挺好的，挺适合。然后就算有碳板也没事啊，比方说飞影系列的都可以。要是不限于国产品牌呢，其实 Nike 的飞马还行，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性价比一般，是不是？生病低烧，说现在已经缓解了，但是37度能不能跑步？还有一个小伙伴说，第2次感染了，多久能跑步？我第1次感染的时候是第9天恢复的，早上起来跑了几公里。我觉得如果还发烧，就不要跑。就感冒这事儿，只要有发烧和咳嗽，当然咳嗽是那种很被动的那种，就是控制不住的咳，就不要跑。如果你只是比方说偶尔要咳一下，觉得嗓子有东西，不发烧，那我觉得没问题。就还是那个原则，脖子以上和脖子以下。如果脖子以上症状明显，或者说是脖子以下还有症状，就不要跑。如果只是脖子以上有轻微症状，比方流鼻涕、头晕、头疼，不发烧不咳嗽了，就可以恢复低强度。因为跑步本身对人不是一个特别的事儿，因为我们的进化基因里就是要你去谋生的，只是现在人们生活中没有锻炼这一项必须的事儿，所以人们才觉得锻炼是个特别的事儿而已，对吧？下一个啊，那好几个小伙伴说5一假期刷了一圈北京的2环，怀念啊！2环跑2号线是24公里，跑大的那2环是23公里。北京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个季节真的是特别的棒。核心力量怎么练？练完以后第2天肌肉疼影响跑步，我也会啊。你们看这几天我都是下午练了腿部的肌肉力量，那个更影响跑步。现在腿都是酸的，但是还是要练。一般我是上午跑步，下午抽空在室内做核心或者是力量，因为我工作离不开。
在屋里做呢，就能，比方有事儿就能应对。16岁半马126，最近 HRV 就是心率变异性太低，觉得累。这个您这个年纪跑这个成绩很棒，但是我的建议是，不要总跑15、16公里以上的距离。等到20岁以后，至于疲劳感这个，如果你不恢复，这疲劳会持续，并且恢复的慢。您可以给自己放2、3天假，一下就好了，用不了2、3天。您这么年轻1、2天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完全停训。另外就是一个小伙伴也说，年轻能不能以短促长，先把天花板冲上去，跑跑5K、10K。您这说法对，太对了。22岁您先把速度能力和速度感，主要是速度感干上去。有氧耐力这个事情，有个6、7年，对全程马拉松普通人来说就够了。对精英来说，一生都不够。而速度这个事儿，到我这年纪不好练了，马上下一组了。可能这组跑不完就没电了啊！开始了。新的 Stride 还用不用换鞋校对系数？几乎不用了。我所有鞋都按100%，上下误差在0.5%以内。只有这双 Alpha Fly 会调到102.5%。因为 Alpha Fly 这个我鞋带系得特松，我怕磨脚，它不是特紧勒的。Stride 在上面会晃。鞋尺码，我所有的鞋都是405，不管是哪一代的 Vaporfly。所以有小伙伴说3代不一样，可能每个人特殊吧。我一般是穿上袜子穿鞋，顶到最前面，后边一个食指的宽度，这样去调尺码。当然了，现在有更简单的，你就量一下脚的长度、宽度，有对照表。初跑者每天跑6到9公里，6分多的配速，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提到近6分？配速这事儿，多跑会提高，但是慢。像一开始跑步的小伙伴的话，可以考虑在你的耐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就是前提是有满团的情况下，每次都想想能不能更快。我有那么一阵儿，几乎是每天都 PB，就5公里啊，也不用跑间歇，很快您的配速能提高到5分到530。之后我的经验是靠这个办法，我能提高到430，再想明显提高，就要练间歇了，或者练变速。都回完了啊，能聊多少聊多少，聊到没电。这组有点快哈。还有250米，看看电能不能坚持到啊！加油加油！5月8号星期一清晨6点44训练结束啊。第4个训练日，15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19，平均心率152，平均步频198，平均功率225。今天是前几公里就随意跑，然后从第6公里开始，就是第7公里，
第9公里、第10公里冲了3个10公里，中间间隔1公里的正常跑。第一个1公里是3分50，第二个是3分40多，第二个没拍完就没电了。然后第三个是3分40以内，应该就是这种变速，就是你每一组比前一组快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你不能说第一组就刻意的慢，而且其实你一般第一组你也快不起来，会越来越有状态，行吧？这4个训练日。2个21，2个15，一共是72公里，稍微有些少。我应该要干到80公里以上，可能会比较好，再努力吧。今天跑了一个小强度，回了回评论，我都是第4个训练日回评论，我会认真的准备，把问题写在绩效贴上，贴在胳膊上。所以有什么想聊的，就是这4个周期4部视频，咱们在评论和弹幕区里聊，然后。我文字的也回，然后有的呢就放到视频里说。像如果话题比较大呢，就弄单独一期说。比方说刚才说的那个自己定训练没有人盯的话，可能会有动力不足或者不能很好完成的情况，这个回头聊一聊，行吧？那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